手控党到底在控什么？以程毅为例，拆解一双手怎么演戏？你猜怎么着？昨天我刷手机，本来在找点东西看，结果刷到一条评论，有人在程毅一段古装戏底下问家人们这个指甲油什么色号啊？好好看，我当时差点笑出声。因为底下马上有老粉回，那不是指甲油，那是人家天生的手。就冷白皮天生白到这个程度，白到别人以为你做了美甲。这事儿吧，听着是个笑话，是个 meme， 对吧？但我那天晚上躺床上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，为什么是手？你想想看啊，粉丝盯着一个演员看，盯脸的多正常，盯眼睛，盯侧颜，这都好理解。可程毅这儿有一大批人专门盯着他那双手看，还盯出了个名号，叫手控党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不聊别的，我就聊一件事，但这一件事我觉得能解释挺多东西。我们聊聊手部表演，也顺便聊聊那群盯着他手看的人到底在看什么。说回正题，先说清楚一个概念哈，我知道有人一听看手，第一反应就是不就颜粉吗？看个白看个好看，有啥可分析的？别急，听我说完。在表演这个行当里，手从来就不只是好不好看的问题。你去看老一辈的戏曲演员，一个兰花指，一个甩袖，手的位置差一寸，这个人物的身份、心境、情绪全变了。手是会说话的，这个在专业里有个说法叫 hand acting， 手部表演。说白了就是演员不靠台词，不靠表情，光用一双手就能把角色当下的状态递给你。你别说，这个东西特别考验人。脸，很多演员能 hold 住，毕竟从小对着镜头练。但手是最容易出戏的地方。一个人内心慌，脸上能装镇定，手往往骗不了人，要么僵，要么多余动作。所以当一个演员能让你专门去盯他的手，而且越盯越觉得有戏，这其实是个挺高的评价。这不是颜值的事儿了，颜值是入口，是你愿意点进来看的理由。可让你留下来，让你反复回看的是别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我得插一句，我刚才说颜值是入口，怕有人误会，觉得我在说程毅就是靠脸靠手。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想说的恰恰相反，他这双手能被这么多人讨论，不是因为天生白，是因为他主动拿手在演戏。天生白是天赋，拿手演戏是功夫，这俩是两码事。行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。说起这个，我得讲那部《莲花楼》。这部戏我太喜欢了，真的，你听我说啊。而且他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例子，因为程毅在这一部里其实演的是两个人。一个是李相夷，过去那个站在江湖顶端的少年剑客；一个是李莲花，现在这个武功再退，看淡了一切，装成落魄郎中的人。同一个皮囊，两段人生。最妙的地方在哪儿？在于他给这两个状态配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手的逻辑。你先去看李相夷握剑、舞剑那几个镜头，那是顶尖高手的手，有锋芒，有力道，手腕一转剑就活了，那种我就是站在最高处的人的张力全在手上。然后你再看李莲花，同一双手，可这时候他倒茶，力度、节奏、手腕的角度全变了。慢的、闲的，是一个把日子过淡了，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人才有的那种从容。我知道倒茶这事儿听着特别小，对吧？谁不会倒茶？可问题恰恰在这儿，换个急脾气的角色，同样一个倒茶，手的速度就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手会说话。同一双手，握剑的时候是李相夷，倒茶的时候是李莲花。你光看手都能感觉出来，这是两段不同的人生。这个我觉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。如果只是天生手好看，那演什么手都一个样。可他不是，他是给每个状态都配了一套手语言。说到不同角色，他还演过等等，我得想想，那个沉香如屑里的，行，沉香如屑里他一人分饰好几个，帝君、唐周，那又是另一套手的状态了。哦对了，更早还有2019年那个琉璃，
等一下，琉璃是2020年播的，不是2019。你看我这记性。反正雨丝凤那个角色跟李莲花完全是两种手，一个是少年意气的紧，一个是中年看破的淡。这种能力，说实话，在年轻一代演员里不算多见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是 get 到他细节之后的实话。那回到开头那个 meme 哈，为什么大家会以为他涂了指甲油？因为他那个手白到干净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在镜头里像是修饰过的。但恰恰是因为这双手太上镜，所以他用起来效果就被放大了。一个本来就很出片的手，加上有设计的手部表演，这两个一叠加，就成了大家反复截图、反复讨论的点。所以那个问色号的笑话，你往深了看，其实是个夸奖，是观众用一种特别可爱的方式，在表达我注意到你这双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。聊完成毅这个个案，我更想聊的是后面那个更大的事儿——手控党。这个词这几年在华语饭圈越来越常见了，不止成毅，很多演员都有自己的手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是手？为什么一双手能单独成为一个吸粉的点？我寻思了挺久，我说说我的看法哈，这部分算是个人推测，信源不够硬，你们当个观点听。我觉得手控党的出现其实是观众看戏精度在变高的一个信号。以前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？看剧情，看脸，看名场面，是粗颗粒的。可现在的观众，尤其是会反复2刷3刷的那批，他们开始看微表演了，一个眼神的停顿，一次呼吸，一个手指的细微动作。手恰好就是微表演里最容易被捕捉又最难被造假的那个部位。你能盯着一个演员的手看出门道，说明你已经从看热闹升级到看门道了。所以手控党这个东西，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肤浅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群审美在线、看戏特别细的观众。他们是先被一双好看的手吸引进来，然后惊喜地发现，哎，这手不光好看，他还在演戏，于是就留下来了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这个我承认。但这次这个判断，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成毅能成为手控党反复讨论的对象，不是被动的被消费一双手，是因为他主动把手当成了表演工具。是他先给了观众值得看的东西，观众才看出了这么多名堂。这俩的顺序不能颠倒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我们这些追了他挺久的人，最早可能也是被某个镜头、某张脸吸引进来的。可真正让我们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那一下子的好看，是后来一点一点发现的。哦，原来他在这么细的地方都下了功夫，这种功夫值得被看见。行，差不多该收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其实不想只是讲给你听，我想让你自己去验证一下。所以这期结尾，我给你留个特别具体的小任务，你去找莲花楼里那段倒茶的戏，或者李相夷舞剑那段，随便哪段都行。然后这一遍，你别看脸，别看剧情，你就死死盯着他那双手看，从头看到尾。看完，你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一句话就好，你从那双手里看出了什么？我赌你会发现一些第一遍看戏的时候完全没注意到的东西。懂他的人从来不是只看见了一张脸或者一双白手，是从那双手里看见了功夫。